哟，看样子看好我们城主的人不多啊。宋彦回一剑断水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就让宋彦回。那吴建成都没落多久了，不知道哪来的遗孤啊，还能打得过宋彦回？做梦吧这是！这上一老城主都被他给打伤了啊！是不是？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生，可是头一次来我们天下方。算是第2次来了吧？恕我眼拙，您这次来准备？眼拙，公子，这些人的眼睛就跟狗鼻子一样。这但凡身上有点钱味道的人进来，他们呢就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死死地盯住他们。再用1个时辰时间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来历，查清他身后所能负担起的最大财力，再制定周密的计划，让他在天下方的几日内将他的皮肉吃尽，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啊！当年你们不就是这样骗得我倾家荡产的吗？丁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？公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呀！您这次来准备压哪个呀？我对你们这儿的赌局没有任何兴趣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上面这些代表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是如今江湖上的一件大事。吴建成遗孤卓越安要挑战无双城城主宋彦维。啊，您可以买卓越安赢，1赔1，您押100两，他要是赢了，您可以得200两；也可以押宋彦回赢，他要赢了，100两可以得300两。当然，还可以买他们2个不分胜负啊！若是您猜对了，也可以得200两。为何买宋彦回赢？赢的比较多。哎，像你这种天真无知的年轻人，还是趁早回家去吧。这赌场啊，不是你这种羔羊该来的地方。哎，你，公子，因为啊，下注的人看好他赢的人比较少，毕竟上一任无双城城主在卓越安面前已经败下阵来，这宋彦回的名气也并不比刘云起高多少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一个快被天下人遗忘了的门派，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剑客，一路圣无双城大弟子，论武堂问道4剑，大长老剑山月，前代城主刘云起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啊！若是再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踩在脚下，岂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呀？怎么个赌法？啊，您最少可以押3两白银，最多可以押1座城。好，那我就押3两银子。啊？我铺垫这么多，您就押3两白银。那您赌谁赢呢？我买自己。更是了不得，真的想没听说这能不见面回的厉害。就是这么小，比老城主更厉害，卓然更有。这我压他了。他
他认出我来了。大家长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？这一次是要取那黄泉当铺中的事物？带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摆渡之人。公子又来了。红英，你每日在此摆渡，黄泉当铺给你多少银子？想不到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。奴家在这里替人摆渡，不收银子，只等一个有缘人。那我旁边这位，可否做你的有缘人？大家长，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公子可知，奴家所说的有缘是何意呢？你叫红英，红姓在这世上很少见，可是你的姓氏？奴家没有姓氏。今日之后你便有了，你姓穆，他是穆家家主，便是我说的有缘。暗河大家长，要抢我黄泉当铺的人，那间屋里的东西自己挑选足够的筹码取走，但红英归我了。他们给你的令牌是假的，真的还在隐踪。那边先欠着，等我取回真的令牌，你再去取筹码。一言为定。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穆家之人了。原来尹宗的敌人是琅琊王小若风，他召集的天启寺守护和内卫司夺走了尹宗的权利，所以当时尹宗给三官下了命令，让大家长亲自出手对付唐阿老爷，也是为了引唐灵月离开天启城，再借我们之手除去唐灵月，替他们抹去一个劲敌。天启城的这趟浑水，比我想象中更麻烦。你的身份，这样日日从那里撕离，难道就不怕被琅琊王他们发现吗？许多人都知道，我不甘心留在荒陵。若是我每天都老老实实的待在那儿守墓，怕是他们才最是担心吧。话说回来，宗主，那投名状近来如何了？你就让大皇子殿下等着瞧吧，我会利用好暗河这把刀，来帮我们杀掉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好，宗主有这份自信是好事儿。何日与那纸伞鬼相见呢？3日之后，他便前来赴宴。那现在来的这道剑气又是属于谁的？剑气强绝，杀气却是暗藏，一柄凶悍至极，一不留神便会反噬己身的剑。孙无虞，你大胆！你便是苏沐雨，很好。我约你3日后来见，你今日便来，为何呀？此行来此，不是尹宗找我们暗河，而是暗河来找尹宗。你想3日后见，而我想今日便见。你与传说当中的苏沐雨不太一样。传说中的我是如何呢？传说中的苏沐雨，比起一个杀手来，更像是一个剑客，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。可是你一来，便要拔剑，一开口，便要反客为主。
如今暗河已无杀手，我身为苏家家主，自当需要强硬些。不过此处还是义宗主的府邸，我仍是客，不请自来，的确有些冒昧。若主家不欢迎，我也可离去。原本3日后，苏家主能吃得上斋月楼的见天宴，可惜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总得有待客之道。乌鸦在，通知厨房多备几个菜，我要与苏家主谈事。多谢。来，苏公子，请。苏公子一定还在困惑，暗河和影宗原本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是如今却忽然之间好像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暗河的任务都是提魂殿下派的，我们一直认为是江湖上有人出了高价找提魂殿下了杀人的单，却没想到是影宗下派的。要说起这段往事来，就要追溯到北离开国的时候了。这可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啊！可如今执掌暗河的苏昌河，以及我，和几百年前的影卫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无名者，身上流的并不是暗河的血。你错了，如今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我们要选择自己的路。还是太年轻了，看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比如说万卷楼。万卷楼，没错，就是万卷楼。暗河几百年来都归属于影宗，常人无法寻到的暗河的宗门地址，暗河遍布于天下的各大诸朝基地，还有你们的真实身份，你们每个人的武功和弱点，以及画像，都藏于影宗之内。一旦你们叛离，那这些信息便会出现在江湖之上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杀手们，放眼望去，这个江湖上全是你们的仇家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都将成为被追杀的对象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会以为，如今的影宗空占着一个国丈爷的名号，在这天启城之中，早没了当年的威风，连暗河都不如，又有什么资格做暗河的主人呢？可是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便能毁了暗河。你们想重新建立一个暗河，想要从头开始，可是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，可是有的时候也应该停下来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。你们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年轻人能够反抗影宗100年来的控制吗？说出你的条件。让你们来天启城，是需要你们帮我杀人。谁？琅琊王萧若风。
暗河是替萧氏皇族扫平江湖的影子，而尹宗则是暗中护卫天启城的影子。那么天启城中的事，应与暗河无关。琅琊王身为萧氏皇族，刺杀他，违背二者所护卫的理念。这个任务不是尹宗应当做的，而是宗主的私心。既是私心，那便需要交换筹码。你想要什么筹码？你方才说的那些，都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暗河和尹宗从此以后无关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。乌鸦，送客。宗主比我更清楚，你要我们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。琅琊王是北离军务第一人，朝堂之上，皇帝倒让他3分；江湖之上，他是雪月城城主百里东军的师兄。杀了他，得罪整个天下。我不觉得你能够和我谈条件。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从前只在书本上听到过战场上的号角声，如今亲耳所闻，只觉得书中所描写，无法传达这号角声之悲壮、之恐惧、之雄迈的分毫啊！小徒弟，我可没你这么淡定，我没有那般诗情画意，我只知道，我们快死了。死在琅琊军的铁骑之下吧。说来讽刺，我幼年时听书，只听得琅琊军守护北离安定，那可是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，受人敬仰。可如今，不过，师傅，徒儿我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这就带你离开皇宫，咱们无官无职。琅琊军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，啊？你确定？放心吧，萧瑟让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有司空姑娘保护我们。哼哼，天启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哼哼。我们琅琊军要几日可攻入此城啊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座城中最大的战力就是王离天军。虽说这支军队战力不强，但其天机弩阵却非常适合守城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咱们琅琊军，也得花上2日的时间来攻下。那若是不惜代价，那便1日。这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会以为
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城大战呢，这就投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其中有诈？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：先打开城门，让敌军进入，最后斩杀旗手，以退其军。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中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所以说，不能排除他们做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城门大开，我们难道因此要畏首畏尾吗？斩杀敌手，本王就在这里，项上人头就在这里，到时来取啊！出城，撤！20万大军，就这么杀到了天启城下吗？是凌晨带兵吗？回禀圣上，还有大将军叶小英陪伴其旁。凌晨是个心善的孩子，跟他的父亲一样，至少天启城不会有损伤。传令下去，不要有无谓的冲突。我们在这儿等他。圣上，秦王令在圣上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出，此刻应该退守剑阁，等待援军到来。20万大军，就算退守剑阁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下面，这都是北离的良将，我们退守，他们就要去死战，要让他们死在这无谓的战争中吗？无谓。当年我父帅每次得胜归来之时，就会这样行着马，慢慢地走在这条街道上。所到之处，路人皆是跪拜行礼，眼中全是崇敬之情。可他们现在连出门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座城也不是曾经的天启城了。自打我父帅死的那天起，天启就已经死了。世侄，那些人现在应该聚在泰安殿等我们。那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将军也请稍等我片刻，我去趟太庙。撤！国师啊，你有何打算？顺天命。那天命会站在谁那边呢？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站在琅琊王那边，可是他自己放弃了。就算仙人临世，也抵不过20万雄师啊！太叔爷，凌晨，是我，太叔爷。你回来了，很好啊。太叔爷真的觉得很好吗？若奉背叛谋逆，太庙里不会供奉着他的名字。明天就会有了。太叔爷，请给我一炷香。
列祖列宗在上，凌晨经幡回来，必替我萧氏皇族平清叛乱，重塑皇族朝纲。保护殿下！国师自幼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。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。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琅琊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想不到七弟长居府中，消息还如此灵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琅琊军与那王离天军血战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杀到天启城中，踩着那天启城民的尸首，一路杀到泰安殿，再把我们这些萧氏皇族杀个干干净净，好让那上军与下军坐收渔翁之利，是吗？全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琅琊军。
开宫门。圣上，莫须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真像啊！虫儿，凌晨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哼，虫二哥，哼，你眼睛看得见了？是。只是没想到，复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你起兵叛乱。我叛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是回家了呢？这是谨言跟卓心公公。卓心公公是上任五大监唯一存活之人，不得皇命，不得擅离皇陵。卓心公公为何来此？不奉皇命，擅离皇陵，当斩！重塑朝纲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先皇帝亲笔撰写，还不立即跪拜？快！哼，拿着一封不知真假的卷轴就想让我们下跪，卓心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先皇龙凤卷轴中所写名字，乃琅琊王萧若风、明德帝萧若锦忤逆夺位，当年强迫琅琊王撕毁龙凤卷轴，最后登上皇位。吾等五大监这些年忍辱负重，终得此封龙凤卷轴，故重塑朝纲，正萧氏皇族之大统，迎琅琊王之子萧凌晨回天启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混账阉人，胡说什么？上面有玉玺之印，先皇亲笔所写，岂能有假？当年我琅琊王叔亲口在殿前当着众人之面呼出的是我父皇的名字，岂有逼迫之意？再有，就算是逼迫，当年你们五大监为何坐视不管？虫儿，莫急，让他说下去。吾等受先皇恩赐，今日定当还天下之清白。我手中有百官联名上书，愿拥护大统，重整朝纲。前辈，公公，琅琊王殿下。公公今天亲自来一趟，是准备看我荣登大宝吗？正是。龙凤卷轴在此，愿琅琊王殿下亲口宣布，谁才是真正的萧氏大统，北离正主。
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打开此卷轴啊？愿琅琊王殿下请起龙凤卷轴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登上此王座，称帝北离？愿琅琊王殿下一诺即位，称帝北离。众将士，你们效忠的是我琅琊军的军旗，还是这北离的皇旗？公公，你可想凌晨今日亲启啊？恭请殿下。萧氏皇族纵横战火40年，予以开国，历朝6代，传世123年，国运昌隆，万国朝拜。我萧氏皇族之大度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之？逆贼，当斩杀！逆臣已伏诛，还有谁想前来送死？怎么样啊，萧瑟？萧楚河，方才撕毁那卷轴的气势可还霸气吗？我可是想了很久了。我派机属去找你，你为何不直接回答，非要湖州说上这么大？这样才有气势吧？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血脉，岂有后退的道理？你萧楚河继承了琅琊王的衣钵，又怎有不战的道理？所以面对那些要祸乱朝纲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战，不退。